好，大家好，今天说一个稍微大点的话题啊，生命的意义何在？这是由什么触发的呢？由最近刚刚在网上刷到了一个也是姓周啊，著名媒体人，他在节目当中呢提及了一个德语的单词，说这个单词很长啊，它的意思呢是一天的虫子，是指蜉蝣。那么单词这么长，蜉蝣生命这么短，所以引发了一系列的讨论。可我查了一下啊，这个德语这种浮游的单词呢，其实还好啊，跟这个英语对比来说，并没有长多少。那进一步查了一些，真正现在官方记录的最长的德语单词是99年创立的，它是用来标识这个法律的单词，它一共有63个字母，你看非常非常长，写都写不下来啊。好，那么还是说回浮游，浮游对于大家的印象就是朝生暮死啊。早在2000年啊，就是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2世纪之间形成的《诗经》国风里头的曹风就有《浮游》这一首诗，《浮游之鱼》《浮游之意》《浮游绝穴》等等，这不念了，很美好，很委婉，叹息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可以引发后人的各种各样的思考。但是再往上查，浮游这种在同一天所有成虫飞起来不顾各种各样不管不顾完成繁殖繁衍，然后生完 egg 生完蛋，这个虫卵就死的这一种繁衍方式，在3亿年前就已经形成了。也就是说，这实际上这种繁殖方式对于他们来说是成功的，整整3亿年啊，比人类智人的这个历史都要长。那人家一直没有灭亡过。那包括类似的比较奇怪的繁殖方式，还有17年蝉也是，它是选了一个足够长的基数素数的这个年份啊，让它的天敌都追不上它的节奏，就生生熬死人家了。但总之，我听起这一个话题之后，第一个印象想起来的是这一位大爷了啊，雷布拉德布瑞，他呢是2020年生人，2012年寿终正寝啊，91岁的时候老死的。那他有一篇小说，短篇小说《冰霜与烈火》早在46年就出版了，但是我国呢是82年翻译，并且收录在外国现代科幻小说里。我印象非常深，为啥呢？那时候我是80几年的时候在初二那一年运动场上，因为我没有项目，就把同学手里的书拿过来翻了一遍，结果同时看了很多，包括里头有阿西莫夫的这个小说，但是印象最深的呢，就是他的这一篇《冰霜与烈火》，说了一个什么事情呢？大致意思就是，他实际上这篇小说是选自于他的一个短篇小说集，这个短篇小说集好像叫火箭队还是什么的，说的就是宇宙探险队在各种各样的星球上遭受到的各种各样的厄运。但是这厄运里头，冰霜与烈火，它不到2万字，很短的一篇小说。这个厄运呢是最强烈的，就是当他们不叫陨落，就是降落在这个星球上的无意当中，也不叫无意当中，遭受了这个星球特有的射线的残害吧，应该说。那每个人的生命就是人嘛，健康人你至少能活70、80，但是在这个星球上只能活8天，从出生到死亡就8天。也就是说，当这个冰霜与烈火描述的这个主人翁西蒙和他的女朋友这两个人的历险呢，是在5天之内完成的，但他们已经不知道是这个探险队的第几代幸存者了，因为就8天时间啊，好像虽然它这个星球呢，它的一天时间跟地球呢非常类似，也是差不多24小时，但是白天非常非常炎热，人基本上出不去，出去一定会被晒死啊。晚上呢非常非常寒冷，出去也会被冻死，人只能在清晨和黄昏，那么大概总共加起来不到3个小时时间里头可以自由活动。那么好，在自由活动其实除了稍微觅食啊，包括繁衍之外吧，就是遭受更多的这个有害射线。他们虽然躲在山洞里头，但是只要一出去就会受到这个宇宙射线的影响，会
加速你的衰老或者说成长，因为你想8天时间从婴儿长起来要老死啊，基本上是这一种命运。那西蒙呢不认这个邪吧啊，进行了大胆的探索，问了他们的科学家。第3天、第4天的时候问了他们科学家，然后花了2天时间穿越了之前都没穿越过的小的这个叫河流或者说冰川，然后呢，终于找到了一艘还可以用的，当时他们剩下来的，就是说有故障但是还能修的那个宇宙飞船，冲入了宇宙飞船，用宇宙飞船的外壳呢把这视线挡住了，他们恢复了人类正常的寿命，也就是说第5天上逃脱出了这个厄运，然后他们第7天呢回到营地，就看到自己的同胞兄弟就已经老的，就是完全会老朽的那样的死在自己面前等等。那总之，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黄金时代的这一种主题鲜明啊，形象鲜明，背景设定也非常奇诡吧，奇巧的小说。那对我的印象非常非常深的原因就是，当你知道自己生命只有8天的时候，你会怎么办？躺平吗？那很明显没法躺平，你只有去努力的挣扎才有可能有更多的未来。那这个跟浮游的那只有1天的生命相比啊，人那个它差别在哪呢？差别其实还是对生命的意义的这个选择。那推荐一本书啊，机器人叛乱，这是在副标题是在达尔文时代找到意义啊。作者呢是应该说是怎么的进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综合性的科学家。说的是什么大意呢？就是这机器人其实就是指我们自己，那机器人存在的价值呢，是为了装载，就是说承载、运输的这个 DNA 延续下去。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身体就是 DNA 在这种残酷的多变的自然环境下都生存下去的宇宙飞船。那我们呢，就是 iRobot， 我们自己呢是宇宙飞船上的驾驶员啊。它的目的呢，就是让宇宙飞船维护比如说要吃要喝受了伤要治这都是为了让宇宙飞船可以正常运行，以便到达成熟了之后呢，完成DNA 合理的交换综合，然后呢繁衍下去。就是它唯一的目的是为了让 DNA 延续下去。可是人呢，跟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机器人不一样，就是自然界当中，比如说也有一些，比如说负鼠吧，还是哪个鼠，驴鼠当它生存压力到一定山值的时候，它可能大脑或哪儿开关一开，大家呢会批量去自杀。还有一些看起来是自杀，其实它都是相关的内部激素也好怎么地控制的，不受他自己意志控制。人不一样，人这个进化出来的智能是非常少见的奇迹基本上是超越了我们地球上所有碳基生物的上限现在分析来去很像外星生物，或者说专门制造出来的一样这个另说。那我们的意志产生的叛乱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不要生孩子，就说把繁殖这件事情本来是生物本能的事情，也就是说这个宇宙飞船本底这个基础代码我们能给它 overview 就是 overload 给你超载掉了。那所以现在包括各大隔壁的日本还有欧洲的发达国家都是，他们出生率都已经变成负的了，少子时代甚至于特少极少子时代已经到来，还有越来越多的丁克家族，还有连丁克好歹是有伴侣的，还有好多现在男女比例倒挂，那个更多人选择不婚了我就躺平了，我连老婆都不找了那这种本来是不叫反人性，反天性的，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怎么做到的？那是通过我们的智慧和理性的推广。当然，这个太不积极了，这个不宣传，不说，不推荐。那问题是，当然，大家无论丁克还是不婚也好，这种选择呢是有自己的理性思考的，它不是说是 OK 我这个突发奇想，这是一辈子的事情那归根到底，就不说其他的生命意义吧。其他生命意义当然在整个我们地球生态圈里头，相互之间是有依赖的。人呢是一个特例我们是最大的不动点，或者是最大的意外。那意义呢？现在想想，我们
之前是被动吧，被动历经了各种各样的训练啊，生活训练、社会经历啊，历经了这些之后，形成了我们的自主意识啊，开始主动去经历我们想去经历的事情，无论是吃啊、玩等等，甚至于看书，包括讨论。那我觉得现在断言啊，至少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我们每个人生命是如此特殊，如此不可替代啊！就算是复制了，那也不是复制，绝对是我了啊！这比如说，马上脑机马斯克的那个叫什么 Link 公司，脑机接口成立了之后，肯定第一步呢就是尝试开始复制意识。那么通过这种安全的方式，把我们自己的意识，甚至于经验知识，直接在数字空间 cyberspace 里头复制出来。但是复制出来之后，它一定不是我，肯定不是我了。当然，这个什么时候开始不是我，这就是忒修斯之舟啊，这是另外一个哲学思考题，我们以后再讨论。那总之，那我现在至少感觉，之所以要活着啊，不是为了好，也不是为了怎么地，就是为了能够更多的经历我们想经历的事情。为什么呢？积累这么多的经历之后，才可能涌现或者发现，或者最终构建我们自己的意义。这个意义不是别人赋予的，是我们用我们的生命历程去构建出来的。以上，所以这种话题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什么兴趣啊？但是你躲不开的，人生在世啊，或者是灵魂三问，你是谁，从哪来，要去哪？要去哪，其实就意味着你要选择哪个方向去构建你的人生，你自己人生的意义。所以欢迎大家订阅大马的多重宇宙，一起去讨论这种挠头的这个，但是又有趣的话题。OK， 好，幻灯呢是在线，随时欢迎大家可以review。那么这是也有版本的，以及这是一系列这一次话题的参考啊。好，还以及有什么就是来不及去回复的话，也欢迎向这个邮箱发邮件，我们一起讨论。OK， 好，今天先到这儿，明天继续。